Acabamos de concluir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Nacional que he convocado personalmente para dar respuesta.其实前几天呢，我们在马德里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马德里全城，你包括西班牙、葡萄牙都在停电，大概是从中午的12点。像我住的区份的话，是晚上的8点左右才来电，然后整个白天好像就是全程都没有网络、没有信号，所有的交通也都是瘫痪的。对啊，就那个感觉，其实现在想想还是会有一点恐慌或者是紧张那种感觉。对，所以 Leo， 你当时在马德里的话，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当时其实事情很突然嘛，对，我当时因为我第2天要去罗马，我还在抢梵蒂冈博物馆的票，我很开心我抢到了，但是等到我付款的那一瞬间，我发现为什么没有网络了呢？然后我就连了我的热点，对，因为那个时候停电了，对不对？对，但实际上停电了以后，手机的网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有的。等到我很开心的把票买完之后，我发现我跟这个世界失联了。对，因为手机也没有服务了。对，因为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在现代，我们的生活好像就是离不开网络，离不开手机。你没有网的话，好像我们出门都不能行动一样的感觉哦。对，是的。那你当时，因为它停电的时间会比较长嘛，就是你的心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波动吗？刚开始呢，会觉得哇，很刺激，确实很刺激，因为感觉怎么有点就是像末日剧本一样啊！但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会觉得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我们在群里面还跟朋友打趣啊，说该不会发生什么这个战争啊，或者怎么样？对，然后发同志们我爱你们，我们互相表白之后就真的彻底失联了，就有点像最后要讲一点话，巴拉巴拉这种。对，这样子。然后刚开始是觉得很刺激，之后就开始很紧张，非常的忐忑。所以你那个时候是一直一个人在家里面？对，我一个人在家。那你全程没有出门？我出门了。出门了？对，就是在没有电、没有网的情况之下，你还是出门了？对，我决定出门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在家还是有点害怕的。所以看到了什么呢？就是刚开始上去的时候，感觉大街上就是到处都是人。你是到了市中心？没有，我就是到家的附近嘛，周边对，然后道路上到处都是人，然后我还在想说，哎呀，有点饿，我要不要坐个地铁去一下市中心哦？我发现怎么地铁被封掉了？然后再一看，信号灯怎么也没有了？你讲到地铁，我那天后面就恢复通信之后，我特意看了一下，就是社交媒体，我看到很多在地铁线中就中途停到了那个隧道中间嘛，大家都是拿着手机打着那个手电筒，然后就直接爬上来，我就哇 ，so crazy， 好疯狂的感觉，真的很疯狂，真的是这样子的。对，我当时出去那会儿，可能大家都已经从地铁里爬出来了，因为整个地铁口就被完全都封掉了嘛。对，然后我当时还是有点后知后觉的，我就一直往那条大路上走啊，然后忽然我发现，就咱们这边最大的这个当地的超市梅尔嘎多纳嘛，对，哇，人山人海啊，那么多人，我突然意识到。完了，那看样子应该是要抢些物资。对，然后我还嫌弃那个超市人太多，我就去了另外一个小一点的超市，叫蒂亚。蒂亚，对，发现没有开门，就小超市禁不住烤，对，直接关掉了，小超市直接就关掉了，是这样的。对。其实，在这种突发状况下，我觉得每个人的情绪变化应该都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就是有害怕的，有放松的，有怎么样的。因为像刚好那天我和路易斯我们在塞戈维亚，然后其实我们一开始都没有发现说是出现了什么突发的状况，然后后来我们去到一个超市嘛，因为它也算一个风景区，我们去买那个水，然后怎么看到进去那个商店之后，发现全部都是停电的状态，然后黑的，然后我们还在吐槽说，为什么在塞戈维亚这种风景区，就是那种旅游观光区，居然会停电？然后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会怎么样，然后后续就是手机还会有一点点信号嘛，然后就看到了群里面就发来的消息说马德里呀、西班牙呀、法国南部呀、全葡萄牙呀都停电这种状况，我们才意识到巴拉巴拉巴拉怎么样，然后后面在群里面看到说M30高速都已经封路了，然后路易斯第一反应完了，我们要露宿街头了，回不去了，就是这种很奇妙。但是我也当在那个单上嘛，我也很佩服，也很欣赏就是西班牙人的那种状态，就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坝呀，那种户外的部分有光的部分，就西班牙人还是在照常的喝酒、对聊天，非常的汽油。然后哪怕那个坝它只提供酒水，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食品，他们就在旁边的超市买一个薯片，边吃薯片边吃水果，对，然后还在和朋友一起分享呀，就是完全没有那种焦虑感。是的，是的。所以那一瞬间，就是我可以看到不同人的状态，然后对于这个事情的反应，就你会发现大家的精神状态非常的不一样。对，是这样的。因为，对，更有很多人我看载歌载舞啊，对吧？对，就是因为街头会有很多卖唱的嘛，反而大家就打成一片，非常开心的去享受这个看似是世界末日的时刻。对，就好像其他发生什么跟我来讲没有什么关系，我只关心我这此刻我是否感到快乐，是否感到放松这种感觉哦。对，是的。那我也知道 Gorina 当天也是在市中心在工作，所以你当天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吗？从最开始突然一下断电，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就是很抱怨，就说因为当时我在发一个非常重要的邮件突然一下就工作邮件黑了那种。对，然后呢就是走出去一看，当时我们的门卫就是在各种打电话然后解决，后面一出去发现信号灯也停了，当时那一下就是突然一下就是感觉有点恐慌了，然后走到购物街上面发现很多那些，因为我们是在那个奢侈品大街的那一条道，然后很多店员们就直接是坐在那个门口了。但是呢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也认识了3个朋友，然后就大家就感觉从最开始的相识于危难之时。对，是的。所以当时我们也就是后面我们4个人，然后也取了一个名字叫 Maktub， 就相当于是一个就是很命中注定的那一种感觉。然后大家一起玩破冰游戏啊，然后互相认识啊，比如说人生中有哪一些高光时刻，或者是有哪一些就是让你感到低落的事情，然后大家也是就是更加的了解了对方。所以的话就是觉得在有困难的时候，当时你有朋友陪伴，尽管是陌生人，但是你就觉得自己不再孤单。对啊，我这是很棒的体验和经历，特别是在那种时候旁边有人陪伴。对。但是我这边要爆一个料，其实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路易斯全程很紧张，然后疯狂说你赶快联系一下 Gorina， 你赶快联系一下他，你看他在干嘛。所以我就说这个时候就会体现到伴侣的意义，对不对？就是他在那个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一定要关心一下他在干嘛。对。所以我还是要为他证明一下。点赞。对，还是要点赞。因为我觉得当下的那种下意识、第一意识的反应，就决定了说你的心里面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要为路易斯点个赞。为路易斯点赞。对。然后其实你像我们当天回来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也不确定我们自己能不能进马德里嘛，然后。很奇妙的是，导航在前一段高速的时候还会有一点信号，到后面就直接飞掉了，到后面直接飞掉了。然后我们也是莫名其妙的就走错了高速，但是好像回来之后就发现，就是因为走错了高速，我们才能够顺利的进到了马德里，然后从南边的高速穿上来，直接到我们住的区分嘛。然后整个沿路都可以看到就高速的2边全部是行人，就是大家都在疯狂的高速路上在走路，在步行，真的就跟长征一样。对，有外国同事就是都说有点像那种釜山行的感觉。当时大家都觉得像世界末日。Walking Dead 是吗？对，我觉得是非
非常有意思、非常奇妙的一段经历哦。那其实事后来看这个事情的话，你们会有其他的个人的想法吗？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普通的断电呢，还是怎么样呢？还是那些所谓的就是预谋啊，或怎么样？你们会有其他的看法吗？对这个事情？其实对于我来讲，刚开始啊，我听到的很多的声音是因为什么大火呀，对，然后之后会有更加科学的解释，就是讲的非常的专业，是因为什么，就是什么离子啊，各方面的东西，然后导致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恰巧在今天发生了，对。然后我其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是有预料到说，我觉得就是我国内的朋友应该也会很担心我，应该也会想到我。果然，他们在我恢复信号以后，轰炸了我的手机。对，我当时会觉得，哎呀，我还是蛮感动的。对，但其实随之过来的还是会有一些声音，也会有听到说，他们觉得一个国家停电是一件，而且是全国性质的停电，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且令人很震惊、对，很离谱的事情。他们认为这是一件不安全的事情。我也想，就是就像刚才我们之前聊的那样，把应对这种突发事件，然后这个国家的群众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活态度跟状态，我也想传达给就是所有的人，身边的朋友也好，所有的人也好，对，是这样。其实就是经历这些事情，我觉得说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保持我们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很多事情其实是我们自己是不能控制的，对吧？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情的享受我们当下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开心愉快的心情。对，是的，对吧？啊，没错。